美国引导北约对付中国，拉夫罗夫仗义直言，中国如何选择成为最大变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绍。北约又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原本是西方国家组成的，对抗前苏联、华约组织和俄罗斯威胁的军事集团。但是在俄乌冲突持续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该组织开始被美国引导着走上对付中国的道路。最近，美国政府官员披露说，北约首次就台湾问题召开了闭门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台海发生军事危机时会对北约国家造成的冲击。在这次北约国家的外长会议上，其会议的主题呢，主要是两个：一是俄乌冲突，二是中国所带来的长期挑战。北约国家一致同意在采购稀土矿产资源等战略物资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呢，还关注台海和平。加拿大外长更是把中国称为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布林肯说，北约成员国对中国快速且不透明的军事建设以及与俄罗斯的合作感到担忧。北约秘书长则表示，北约不认为中国是敌人，仍将在符合北约利益的情况下继续与中国接触，并且继续进行贸易和经济往来。但北约必须意识到对中国的依赖性，减少漏洞并管理风险。针对北约将目标瞄准中国的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仗义直言，指责北约想挑起南海、台海的紧张局势，根本就是在玩火，并表示中国方面对北约的挑衅非常认真，这也是中俄发展军事合作、进行联合军演的原因。也就这两天，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联合巡逻训练的过程中，首次降落对方国家的机场。这当然是中俄军事战略互信进一步提升的体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与北约真的会变成敌人吗？美国和俄罗斯到底在干什么呢？首先，当今的北约与中国还不是敌人，因为中国与绝大多数北约国家并没有什么恩怨。北约有30个成员国，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与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现在说北约就要进驻亚洲，要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完全是无稽之谈。其次，北约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从本质上看，有2个推动因素：一是美国在绝对实力下降之后，想利用北约的力量来牵制中国的崛起；二呢，是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这引发了许多北约国家的警惕。这是西方国家对全球战略格局转变，对维护基于西方利益的全球秩序的不适应，或者说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畏惧和不安。当然，美国和俄罗斯都希望中国与北约对立，动机却完全不同。美国试图通过在北约会议上强化中国的威胁来挑动中国与北约国家的对立，是搞得借力打力的玩法。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北约有关中国的决议和议题设计都非常有技巧，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趋势和影响，缺少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因为这些国家根本就达不成共识。俄罗斯外长看起来是在为中国说话，那么其实从本质上讲呢，也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在俄罗斯看来，以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是因为北约东扩。通过不断的向中国警示北约的威胁，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军队采取行动的正义性。中国与北约进一步对立，也能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与俄罗斯都希望北约与中国的进一步对立和对抗。美国玩的是拉拢盟友、遏制中国的一套，俄罗斯呢，则是希望团结中国来共同对付北约。所以，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是否与北约对立或对抗，是全球战略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不管北约国家是否会改变其立场，
中国都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就当前的局势而言，中国集中火力对付美国才是上策。毕竟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与其说是北约，不如说就是美军。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